那接着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啊，29節，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呢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一样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把使女和他兒子趕出去，因為使女的兒子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。這件事情呢還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，就是因為有些呢錯誤的認識，就是把使女和他的兒子趕出去這件事情，在創世紀我們看一下吧，就我們翻到這段經文，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。21章，因為有人說呢，這個亞伯拉罕這件事情做的呢，他聽了他妻子的話，當然也是神讓他聽他妻子的話，但是這件事做的有點太殘忍了，太絕了。一個女人帶着一個孩子，10幾歲是吧？大概14、15歲吧，一個孩子，以實瑪利。就把他們趕出去了，什麼都沒給他們，什麼產業也沒有給，就這樣讓他們趕出去，是太殘忍了。尤其在現代，在當今這個社會啊，都是要包容啊，要愛呀，什麼，就更是對這種行為呢，提出了這種苛責，提出這種批判，太殘忍。但是我們要看到這裡邊的屬靈的意義是什麼？大家看這裡邊講到的。按着血氣生的逼迫了那按着聖靈生的，大家也能看到嗎？在這段經文當中，按照血氣生的當然就是以實瑪利，他怎麼逼迫了按照聖靈生的這個以撒了呢？這一段呢就是講了按照神的應許讓撒拉生了以撒。那後面講了一件事情，第5節啊，他兒子以撒生的時候，亞伯拉罕100歲，撒拉說：“神使我嬉笑，凡聽見的必與我一同嬉笑。”那這件事情發生以後，對他們家來說衝擊最大的是誰呢？就是夏甲，因為原來他們家只有這一個兒子，他是功臣，他給生了這個唯一的兒子了。那現在呢，主母自己生孩子了。那這件事情，而且呢，我們看為了以撒辦了一個非常隆重的一個宴席，看第8節，孩子見長就斷了奶，以撒斷奶的日子，亞伯拉罕擺設豐盛的宴席。為什麼這樣強調呢？就說明這次宴席和10幾年前生的那個以實瑪利的宴席的規模絕對不一樣，否則不會這樣強調的。上次沒講是吧？上次那個斷奶就可能也吃飯，但是呢，完全不能比的和這一次，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是吧？因為這個宴席後面這句話呢，就是讓我們看到了為什麼說這個憑着血氣生的逼迫了憑着聖靈生的。當時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嬉笑，那這個嬉笑呢，我們可能以為就是小孩子就是彼此就是打打鬧鬧，就是玩耍這樣嬉笑，不是的。這個嬉笑呢，如果我們看原文的話，它是這個有這種嘲笑、威脅的意思。所以說撒拉看見，撒拉是作為一個母親，看見他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兒子的，所以他看到這個以實瑪利比他大了14歲，這時候這個以撒才1、2歲，剛斷奶。所以說旁邊一個15、16，應該如果他差14年的話，他15、16歲，一個青少年在他旁邊。如果是2個彼此相愛的兄弟倆，當然沒問題。但是呢，當撒拉看見這個以實瑪利嘲笑、威脅的這種眼神，他就感受到了這種威脅、這種可怕、這種危險。所以呢，他這樣要求。第10節就對亞伯拉罕說：“你把這使女和他兒子趕出去，因為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。”當然了，這是他的要求。實際上，這個雖然是使女所生的，按道理來說也應該給他一點產業，對吧？但是呢，這是撒拉他這樣要求的，作為主母，他有這樣權利這樣要求。至於能不能按照他的要求去做，這是亞伯拉罕他的事情。那接着我們都應該都知道這個過程，亞伯拉罕很為難的，但是神告訴他，
你就要聽撒拉的這樣做。所以神在這時候，神為什麼要讓亞伯拉罕要聽妻子的呢？本來這不是神的一貫的做法，是吧？神一貫做法，丈夫是妻子的頭，妻子應該順服丈夫的。但這件事情上，神說了你要聽你妻子的，說明什麼？說明神是認可撒拉這樣說的，因為在神看來，這個應許之子他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，是 priority，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必須保護他能夠健康的成長，不能中間出什麼問題。如果真的出什麼問題，那神的應許是不是？當然我们知道神有能力保守这個孩子，但是人也要盡人的本分。既然一個母親她看到了這個危險，那作為丈夫的就應該體諒的。而且我們說這種危險並不是一個人的想法，他想太多了，過慮了，杞人憂天。其實呢，是不是杞人憂天呢？在創世紀講過一對兄弟自相殘殺，是不是？第一樁謀殺案，這個不奇怪的。所以撒拉這樣想，這樣擔心，完全有道理，我是可以接受的，我可以理解的。所以說對這段经文呢，我們要知道，屬血氣的，從人的意志來的這個孩子，其實就等於是世界，屬世界的，屬世的，逼迫了屬神的。那保羅說現在也是一樣，現在過了2000年了，大家看一看這個時代是不是現在還是這樣。前幾天高牧師發了一個讓大家簽的那個，我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簽呢。這個事情其實非常重要的，如果你細看這個法案如果通過了，如果按照現在這個通過了，將來我們在教會會受到更嚴厲的更大的逼迫。就是說可能牧師在上講一句什麼話，別人就可以告你，你是仇恨。這個世界現在就是對基督教就是逼迫，就是邊緣化。我們如果在美国在加拿大，我如果說我是穆斯林，沒有人敢逼迫你，說你不好。甚至你說是佛教徒，是法輪功，別人都不敢得罪你，唯獨是基督徒。你說你是基督徒，你說我願意為基督而活，我願意傳福音，那可能有人就會另眼相看你。而且將來這種逼迫可能越來越厲害的，就是這個世界的屬世的人要逼迫屬神的人，這個末世就是這個樣子，就是這個趨勢。所以我們要有這樣的準備的。我們屬神的人，我們是在應許之下，我們是在恩典裡邊的，是神的恩典賜給我們，是被收養為神兒子的。但是在這世界上不被這個世界接納，現在就是這個樣子，就是這種光景。將來這個世界的末日會越來越厲害，將來是我們看啟示錄裡邊這些世界的萬王團結起來，把這個圍困蒙愛的城，這個屬神的城就是被這種群起而攻之的這個世界。